2047年距离现在还有20多年，足够换掉几届政府，足够冲淡所有记忆，足够让所有的失败被时间掩盖。哪怕届时依旧一事无成，大可以再改到3047年。反正许愿又不用成本，吹牛逼又不需要上税。中国古人常讲，脚踏实地方能行稳致远，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。这是咱们老祖宗流传千年的治国真理，也是古今中外所有强国崛起的底层逻辑。可偏偏有一个国家完美避开了这个所有实干路径，把许愿治国玩到了极致，把画大饼练成了国家级大招。它就是被誉为宇宙自信天花板的印度三哥。今天带大家拆解这场莫迪的2047发达印度飞升大计。很多人看完印度独立日的演讲，只觉得好笑，又是老一套的吹牛画饼，但大家根本没看懂这场75分钟收获57次全场鼓掌的红宝演讲，从来不是简单的口号宣讲，而是一场宗教洗脑加民族煽动加政治造势、愿景画饼的4维全民总动员。有人调侃，宇宙尽头是恒河，强国的尽头是 PPT。这话放在如今的印度，简直是精准到离谱。当神奇的印度神游遇上自研6代机，当恒河的浪漫撞上全球顶尖军工梦，莫迪老仙儿一手操盘的2047发达印度，别说全球网友看懵，就连印度神话里的毗湿奴本尊看了都得直呼一句内行。这许愿的本事比我封神还他妈离谱。我是白房大招，欢迎来到老友记。先问大家一个扎心又好笑的问题：如果一个国家连续20多年立 flag， 改目标、放狠话，次落空，年年跳票，却依旧全民狂热，全民深信不疑，这到底是民族自信还是集体滤镜？首先咱们先复盘红宝名场面，感受一下什么叫国家级顶级画饼，沉浸式全民狂欢。8月15号，印度独立80周年，新德里红宝人声鼎沸，盛况空前。熟悉国际时政的朋友都知道，红宝在印度的地位相当于咱们的天安门，是印度独立精神的核心地标，是印度100年国运叙事的门面担当。自1947年尼赫鲁建国以来，每一位印度总理的独立日演讲都在这儿举行，代表着印度国家最高愿景与发展方向。往年的演讲要么平淡如水，要么套路满满，唯独今年莫迪这场演讲直接颠覆认知，炸穿全网。75岁的莫迪演讲整整75分钟，时长精准卡点，仪式感直接拉满。整场演讲下来，现场观众鼓掌57次，平均1分半钟就要欢呼一次，氛围感堪比顶级演唱会现场。最细节、最耐人寻味的地方，不在口号，而在穿搭。熟知印度历史的人都清楚，开国总理尼赫鲁每一次在红宝演讲，从来不会佩戴印度教宗教头巾，目的就是对外宣告印度是一个世俗化、包容多元的现代国家，不搞宗教裹挟，不搞民族极端。可如今的莫迪一身特色穿搭，红色长头巾加持，民族宗教符号直接拉满，这根本不是简单的穿衣风格，而是一场明目张胆的历史倒车。古人语治大国若烹小鲜，不造进，不偏私，不盲从。一个现代化国家崛起，靠的是制度完善、工业夯实、民生向好，而非宗教狂热、民族煽动、情绪造势。莫迪之所以抛弃世俗化传统，重拾印度教民族主义符号，背后藏着印度最无奈、最扎心的真相：实体经济停滞不前，民生发展徘徊倒退，唯一能凝聚14亿人心的，只剩下宗教滤镜跟民族情绪。没有实干成绩撑场面，那就用精神信仰来凑数；没有硬核实力立底气，那就用宏大的愿景来画饼。这就是当代印度的发展底色。如果只是单纯的煽动情绪、贩卖情怀，那这场演讲顶多算一场大型洗脑宣讲，根本火不到全网。莫迪真正高明也最魔幻的地方在于，他深知老百姓早就听腻了空口号，于是这一回他不玩虚的，直接甩出7大力量硬核发展体系，号称要带领印度完成逆天翻盘，实现2047年发达印度的终极神话。这7大领域个个都是王炸赛道：制造业与出口、农业与食品加工、科技与创新、基础设施、国防军工自主、绿色蓝色经济、文化软实力输出。而且莫迪极其聪明，把制造业放在7大力量的首位，直言印度未来5到7年要干完过去50-60年都没完成的产业逆袭，重点攻坚半导体全产业链，从芯片设计、晶圆制造到封装测试，实现100%本土自研自产，彻底摆脱对外依赖。为了立住人设、坐实愿景，
他在全国民众面前连吼3遍质量、质量、质量，高调宣称印度制造要实现精密的零缺陷，打造全球可信赖的供应链中心，告别低端组装，告别低端代工，冲刺高端精密制造。除此之外呢，科技端对标顶级强国，自研6G 全网商用，布局量子计算、航天探测、智能机器人，每年培养1000万 AI 技术人才，解决青年失业难题。能源弯道超车，10年新建5座核反应堆，2047年实现100吉瓦核电装机，大力发展绿氢、储能、可再生能源，彻底根治印度能源危机。国防端更是野心拉满，攻坚无人机、反无人机、高超音速防御系统，立志成为全球顶级防务装备供应商，造出国产核潜艇6代机，打造全球最强海军。单看这份蓝图说实话，格局宏大，逻辑完整，赛道精准。别说印度民众，不懂内情的外国人看了都得热血沸腾，觉得印度真的要崛起了。但咱老祖宗有句话，听其言，观其行，察其实。口号喊得再华丽，蓝图画得再完美，落地不了就全是空中楼阁，镜花水月。印度的强国愿景从来都是目标反复跳票，承诺无限延期，堪称全球画饼界的常青树。早在2002年，瓦杰帕伊政府就率先提出发达印度目标，扬言2022年印度跻身发达国家行列。等到2014年莫迪上台，眼看2022目标彻底泡汤，直接改口，把时间推迟到2030年。可没过几年，为了提振民心，又高调宣称2025年印度 GDP 突破5万亿美元，登顶全球前列。如今眼看多个目标全部落空，干脆一步到位，把终极梦想锁死在2047年印度独立100年。20年时间4次修改终极目标，从短期冲刺改成远期许愿。为什么呢？道理很简单，短期目标会被现实打脸，远期愿景可以无限畅想，永远不败。2047年距离现在还有20多年，足够换掉几届政府，足够冲淡所有记忆，足够让所有的失败被时间掩盖。哪怕届时依旧一事无成，大可以再改到3047年，反正许愿又不用成本，吹牛逼又不需要上税。可能很多的印度粉丝外网网友会反驳，这回不一样，这回印度有7大力量体系，有具体产业规划，不是空口号。那咱就用最真实最扎心的现实戳穿这层华丽的遮羞布。古人讲9层之台起于垒土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。任何大国崛起产业腾飞都离不开最基础的基建与工业沉淀，而这恰恰是印度最致命的短板。印度号称要打造全球顶级制造业，自研高端芯片，造核潜艇，造6代机，建完整高端产业链。可现实的基建落地能力离谱的让人发笑。先前咱们聊过印度特高压求助中国，要知道他之前全盘接手宝变电器家底，结果呢抄都抄不明白。还有那条轰动一时的日印合作高铁，规划总里程509公里，对标现代化高速交通体系，号称要改写印度交通格局。结果呢，日本全程技术援建，资金扶持，整整10年间，这条高铁只修了10几公里，10年光阴，几十亿投入，连一段完整高铁都修不明白的国家，却扬言5年之间干完60年的工业逆袭，要搞定全球顶尖半导体、高超音速、量子科技。这就好比一个人走路都要磕磕绊绊，却扬言下个月要登顶珠峰，不是励志是荒诞。更魔幻的是，印度的吹牛从来不是总理一个人的独角戏，而是全员朝堂狂欢，举国集体自嗨。莫迪负责画宏观大饼，手下官员负责加码吹爆。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率先抛出外部遏制论，把印度所有的发展滞后、停滞不前全部甩锅给国际打压，尤其抹黑我们中国，声称中国忌惮印度崛起，刻意遏制印度发展，还炒作美俄只是利用印度，并非真心合作。为了煽动全民情绪凝聚民族仇恨，他还刻意翻出1962年的历史心结，把当年的边境冲突包装成印度发展中断、工业化停滞、国力受挫的罪魁祸首。这儿咱们就得客观公正、正本清源，纠正一个全网流传的误区。1962年的边境冲突从来不是中国主动打压印度，而是印方执意推进前进政策，不断蚕食我方领土，挑衅我方底线，我方是忍无可忍的自卫反击。战后我方主动撤军，归还物资，从未侵占1寸印度土地。
可印度偏偏选择性失忆，把自个儿的扩张失败包装成民族创伤，把自己的发展无能甩锅成外部打压，不自省不自强，只甩锅只狂欢。这就是印度银学的核心逻辑，麻了。国防部长辛格更是离谱，直接放话2047年印度将拥有全球最强海军，登顶世界军事之巅。印度媒体紧随其后，大肆炒作国产战略核潜艇开工切割钢板，扬言即将跻身全球顶级核潜艇国家。最讽刺的是个啥？是一个连常规潜艇都修不明白、故障频发的国家，一个基础工业残缺、高端零部件全靠进口的国家，居然大言不惭的要量产核潜艇、6代机、高超音速导弹，主打一个短板无视、短板狂吹、无中生有 PPT 强国。看到这儿很多人就纳闷，为什么明显的画大饼，14亿印度人却深信不疑，全员狂欢，甚至越吹越自信，越离谱越相信。这就用到咱们古人的顺势而为、攻心为上的智慧。莫迪之所以把2047年发达印度玩成全民信仰，核心根本不是产业规划，而是精准的心理操控加宗教洗脑加舆论垄断。第一宗教赋能神化个人。在印度的宗教语境里，莫迪已经被宗教人士吹捧为毗湿奴的第11个化身，是下凡救世、带领印度崛起的神明。既然是神明，那他所有的愿景、所有的承诺都是神圣的，必然实现的。普通人会画饼，但神明不会说谎。这种非理性的宗教信仰直接屏蔽了所有的现实短板，所有的客观规律让民众无条件相信一切魔幻愿景。第二，记忆筛选、舆论茧房。莫迪政府刻意淡化所有失败的执政成果，曾经轰轰烈烈的清洁印度计划，承诺修建1亿个公共厕所，改善民生环境，最后彻底烂尾，全盘失败。多年的制造业升级计划始终停留在组装低端、依赖进口的阶段，无数个产业目标、基建工程大多不了了之。这些失败全部被舆论屏蔽，反而无限放大单点微小的成就。一次月船探测，一套 UPI 支付系统，零星的武器出口数据被疯狂吹捧成大国崛起实锤，放大微光，遮盖漆黑，是印度舆论的顶级套路。第三，远期许愿永不翻车。2047年的目标跨越20多年，时间足够模糊一切，冲淡一切。当下的民众只需要热血狂欢，投票支持，未来的失败自有未来人买单。这本质上就是一场服务于选票的政治营销，而非真心富民的国家规划。更搞笑的是，这场狂欢还有西方媒体跟经济学家站台助攻。知名经济学家萨克斯公开预言，按照当前增速，印度2047年必将成为发达国家。英国经济学人早年断言印度增速超中国，泰晤士报吹捧印度民主体制碾压我方，花旗集团预测印度2050年登顶全球。可所有人都选择性忽略，西方的吹捧从来不是认可印度实力，而是地缘博弈的工具，制衡发展的筹码。捧杀是最高级的打压。古人云：满招损，谦受益。被追捧就膨胀，被造势就狂妄，看不清自身短板，认不清现实差距，这才是一个国家发展最大的隐患。所以同志们，今天咱们真正要聊的根本就不是印度能不能2047年成为发达国家，而是一个更加扎心的问题：一个国家到底靠什么崛起？靠口号吗？靠宗教吗？靠民族情绪吗？还是靠 PPT 吗？还是靠一场又一场震耳欲聋的掌声？孙子兵法有句话特别狠：胜兵先胜而后求战，败兵先战而后求胜。真正的强国从来不是先宣布我要成为世界第一，然后再去寻找实现路径，而是把工业、教育、科技、能源、交通、制度、人口素质一砖一瓦的给垒起来。等到有一天实力摆在那儿，世界自然会承认你。你不需要天天告诉别人我很强，因为真正的强者根本不需要自我介绍。反过来，一个国家如果天天高喊我马上崛起，我即将超越谁，我2047年一定会怎样，却连最基础的产业链、基础设施、就业、教育跟能源问题都没有彻底解决，那么这种自信越响亮，反而越值得警惕。因为自信可以是发动机，也可以是麻醉剂，前者让你脚踏实地，后者让你活在幻觉。我是白饭大招，点赞关注，下期再见。